第181章，不同的状态。回到卧室，克莱恩就着还未解除的灵性之墙，非常熟练地拿出一根混杂了檀香的蜡烛，将它摆放于书桌正中。紧接着，他按照流程，用灵性点燃烛光，洒入象征好运与神秘的精油、纯露和草药粉末。看见摇曳的火苗重复起暗淡与明亮两种状态，闻到了宁静而悠然的香味。克莱恩退后2步，望着桌上的蜡烛，用巨人语低喊出声道：“我。”稍有停顿，他改换赫密斯语道：“我以我的名义召唤，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愚者，灰雾之上的神秘主宰，执掌好运的黄黑之王。”刹那之间，不断摇曳的昏黄烛火与宁静悠然的香味交错融合成了一个虚幻的漩涡，疯狂吸纳着灵性的漩涡。等到克莱恩诵念完咒文，漩涡稳固成了8丈大小的灰白之源。审视了几眼，没有丝毫疑虑的克莱恩逆走4步，重归灰雾之上，不出意外的看见属于自己的那张高背椅荡开一圈又一圈光纹，衬托的由部分梧桐之眼和部分扭曲之线构成的古怪符号分外诡异。他吸了口气，借助冥想的方式稳定住心灵，伸手触碰向目标。几乎同时，他听见了自己刚才诵念的召唤咒文，看见奔涌的灵性与涟漪般的光纹柔合拉伸出了一扇虚幻的大门。与上一次相比，这扇大门彻底成型，布满了神秘的花纹，而这些花纹于中央位置串联出了愚者那张高背以后的古怪符号，由部分梧桐之眼和部分扭曲之线构成的古怪符号。望着这扇摇晃待开的虚幻大门，克莱恩凝聚精神，给予了强烈的推动意念。无声无息之间，永不改变般的灰白雾气和巍峨宏伟的古老宫殿仿佛被投入了石头的湖面，产生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往那扇召唤之门的方向涌去。沉重的摩擦声豁然响起，虚幻的诡异的大门猛地裂开了一丝缝隙，透过它，隐约可以看见后面是幽暗深邃到极点的世界，有无数难以描述形体的透明影子，有一道又一道不同颜色的，蕴藏着无穷无尽之时的明净光华。就在这时，克莱恩只觉门内传来了难以想象、无法抗衡的吸力，整个人不由自主就投了过去。我去，不给考虑的余地吗？他刚涌现惊愕的想法，身影就穿透缝隙，消失在了门后那片幽邃里。脑袋的极度眩晕和让人接近疯狂的嘶吼声逐渐平息，克莱恩终于找回了自我认知。他看见面前是个穿着陈旧衬衣、黑发褐瞳、五官普通的年轻男子，对方个头中等，体型瘦削，但仿佛蕴藏着不少力量，身上带着明显的书卷气，却一点也不显阴沉。这不是我自己吗？克莱恩对这样的场景并不陌生，他每天照镜子整理衣物时都能遭遇类似的事情。他微不可见点头，有所明悟的环视四周，看见了自己那张铺着白色床单的睡床，看见了挂着半高丝绸礼帽、燕尾服正装和黑色薄风衣的衣帽架，看见了摆放着不少书籍的架子，看见了收拾得干干净净只剩一根蜡烛的书桌，看见了散发灰白光晕的烛火，而他如今正漂浮在那8丈大小的灰白之源前方。所以，我真把自己给召唤出来了，类似于灵魂离体的效果，但又好像有点不一样。克莱恩望着面前那具属于自己的肉体，望着他空洞无神、处于发呆状态的双眼，陷入了沉思。不过，他终于确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前往灰雾之上的只有本身灵魂，也就是神秘学里的精神体，外在表现为心灵体。难怪我能在灰雾之上直接看见正义、倒吊人和太阳的心灵体表层，从而确定他们是否属于非凡者，并粗略判断他们的序列。我的肉体好像受到了一定的保护，来自仪式力量的保护，能这么稳稳站住，没有失去平衡，瘫倒在地。正义小姐他们应该也差不多。克莱恩慢慢适应了目前的情况，开始审视肉体和灵魂各自的状态。他收回目光，尝试着驱动柔和了些许神秘空间力量的自身灵体。略显阴冷的风刮了起来，徘徊盘旋于卧室内。克莱恩欣喜地品味到了飞行的味道，绕了一圈又一圈。同城之内，我也能扮演一回信使了，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携带现实事物。他控制住情绪，停止下来，漂浮于半空，试验起别的能力。他抓向书架上的笔记本，手掌穿了过去，又穿了回来，无处着力，有一点粘稠感，和穿透空气不同。等我更加强大，或者能更多的撬动灰雾之上那片神秘空间的力量，或许就能办到。克莱恩又试了试单独的纸张，但依旧无法抓取。
想了10几秒，他飞向衣帽架，将透明模糊的手探入黑色风衣口袋，触碰向报销成功得到补齐的沉眠符咒和安魂符咒。这是掺杂了他本身灵性的物品，在神秘范畴内和普通的现实物质有一定区别，所以克莱恩想试一下能不能携带它们。他的手掌又一次穿过，但明显感受到了符咒的存在，感受到了灵性的交融，只是他的力气还不够大，无法将符咒拿起。当然，也可以换个说法，那就是符咒的灵性还不够强，难以和他目前的存在状态产生强烈共鸣。灵性不够强，克莱恩若有所思地转向另一个口袋，那里装着窃取神血力量并掺杂本身灵性制成的扬言符咒。温暖的感觉迅速传遍了他的全身，让他的形体更加稳固，思绪更加清明。薄薄的晶片被他拿了起来，拿出了衣兜，而房间内新增加的镜子中，那片符咒是自己漂浮往外的，就像众多鬼故事里的描述一样，能携带扬言符咒，也能直接用灵性发声。这种状态下我具备一定的实力了。克莱恩飞向镜子，停在前方，看到里面只有一枚薄薄的晶片呈现，除此之外就是正对着的家具和因为窗帘合拢而产生的昏暗。考虑了几秒钟，他将扬言符咒放到床上，自身则重新返回镜子前，想尝试能否钻进去。眼前一黑，克莱恩的视角突生变化，他看到了刚才镜中映照出的所有画面，看到了昏暗环境里模糊勾勒的一件件事物，这让他感觉自己正藏身于隐蔽角落里，窥视着小半个房间。真能进入镜子里，但这只是普通的物品，没通向什么神秘诡异的世界。克莱恩微微点头，往前一冲，又回到了房间内。扬言符咒的携带成功给了他极大的信心，于是又试图抓起另一件物品，那是来自阿兹克的铜哨。刚一触碰这古老而精致的物品，克莱恩就豁然感觉到自身的灵性在膨胀，在冰冷。腾的一下，他虚幻的眼睛变成了燃烧的火焰，深黑的火焰，似乎强大了一点，状态更接近于怨魂，但没有那种强烈的怨念。克莱恩沉淀的精神里映照出了自己目前的样子，这是属于小丑的能力。阿兹克先生的铜哨果然神奇，他点了下头，发现自己能拿起一定重量的纸张了，沉眠符咒等也毫无疑问的可以。可惜啊，一是银笔能够携带，左轮却太重，无法抓起。克莱恩结束了这方面的尝试，转而研究当前状态有没有施法能力。经过认真的试验，他确定被召唤出来的自己有2种类法术能力，一是用无形的嘶吼直接震慑目标的灵魂，二是通过接触制造类似冻僵的效果。满意的停止，克莱恩将目光投向了凸度窗外，投向了被帘布遮掩住的阳光和街道。不知道现在状态的我能不能在白天活动，他嘀咕一声，飘到了窗前。紧接着，克莱恩小心翼翼地拉动帘布，让它露出了一道缝隙，让少许阳光穿透灵性之墙，照入了卧室。在这灿烂的阳光下，克莱恩发现自己的灵体在蒸腾黑雾，力量也在一点点消退。他赶紧松手，让帘布又遮住了光芒。不行啊！克莱恩沉思片刻，将目光望向了放于床上的扬言符咒。如果有永恒烈阳的神血力量加持，会不会获得不一样的效果？他飘到床上，试图抓起那薄薄的晶片，可是他刚触碰到目标，温暖纯净的感觉就与他本身膨胀冰冷的灵性产生了冲突，就像水与火难以共存一样。他如被烫伤般丢下了掌中的晶片。阿兹克先生的铜哨和扬言符咒无法同时存在于我的灵体内。克莱恩有所明悟地放好铜哨，让本身的灵性收缩，让眼窝的黑色火焰熄灭。这种状态下，我的2种类法术能力都变弱了。试验了一番，克莱恩抓起扬言符咒，再次感觉到灵体的稳固和温暖的洗礼。他回到窗前，又谨慎地将帘布拉开了一道缝隙。阳光照了进来，照在了他的身上，只有暖意，没有伤害。不错，克莱恩露出由衷的笑容，穿透灵性之墙，小心翼翼地飞到了屋外，打算做更多的实验。第182章，漫游者克莱恩。9月初的停更，天气已经从凉爽变得微冷，但下午3、4点的阳光依旧让人感觉温暖。克莱恩穿过灵性之墙和凸度窗户，漂浮于卧室之外的半空，俯视着水仙花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和马车。就在这时，一位穿灰蓝色工人衣物的男子突地抬头望了过来。克莱恩吓了一跳，想就地躲藏，
却一时找不到合适的遮掩。转了一圈，见没有别的办法，他试图钻回家中，但眼角余光扫过，却看到刚才那名男子的目光仅是扫过2楼的窗户，始终追随着一只麻雀移动，最终遗憾的被甩掉。在廷根市区，偶尔还能看见鸟类。呼，我都忘了，普通人根本看不到我。克莱恩松了口气，觉得自己还没有完全适应当前的状态，心中有了底气。他降低了飞行高度，临近还算宽阔的街道，就那样漂浮在行人们的头顶。距离一拉近，克莱恩立刻就发现自己的目光已略等于零视，不需要再额外开启，只是有范围的限制。另外，除了气场和情绪颜色，他还隐约察觉到了每个行人灵魂的存在，朦朦胧胧，虚幻透明。如今状态的我似乎可以直接穿过肉身，攻击灵魂。克莱恩若有所思的点头，他盘旋了一圈，准备试验极限速度，于是向着铁十字街竭力飞行。没过多久，他停了下来，已回到了原本居住的那个公寓外面，应该有上辈子普通汽车的速度，正常跑高速的那种。可惜啊，还不能自由进出灵界，否则就完美了。不过，如果在灵界里迷路，后果据说会非常严重。克莱恩刚做完自我评估，就感觉情绪变得低落、灰暗，有着说不出的压抑。他环视四周，只见这里笼罩着正常人无法看到的阳光难以驱散的暗色，残留的麻木、绝望、痛苦等情绪层层叠合，宛若实质。和我上次晋升占卜家后用灵感体验到的一样，铁十字街中街和下街始终没有变过。不知多少年才能累积出这样的压抑和灰暗。克莱恩想起之前，叹息着拔高身影，飞到了3层楼的位置。在这里，他终于感受到了阳光，摆脱了低落的情绪。克莱恩沿着下街飞行，时不时就能看见衣物破烂、表情麻木、营养不良的居民，甚至还遇到了2起正常死亡的事件，都属于长期饥饿、身体欠佳、忽然染病的类型。这里每个月不知道会痛苦着失去多少人。然而，破产的农民或南大陆涌来的前奴隶们，很快就会填补他们的位置。克莱恩无声吐了口气，改换方向，往南区飞去。那里是廷根市的工业地带，钢铁厂、铅白工厂、陶瓷工厂、印刷工厂、金属制作工厂、机械制造工厂等。你挨着我，我挨着你。飞着飞着，克莱恩就看见了高高耸立的烟囱式铁炉，看见了弥漫的尘埃，看见了仅比下街好一点的浓重灰暗。这里充斥着疲惫、疼痛、悲观、麻木等情绪。30多岁的工人属于少数派。就在克莱恩要降低高度，仔细观察这片区域时，他忽地感觉到虚弱，从内到外的虚弱。我的灵性无法再支撑这种状态了。克莱恩心中一惊，先是急着返回家中，旋即想到了一个更好的可能。我是被召唤出来的，结束召唤，也就自然返回了。他静下心灵，仔细感应着本身的状态和周围的环境，不出意外的发现无穷高又无穷近般的某个地方与自己有着微妙的联系。顺着这种联系，克莱恩紧紧包裹住扬言符咒，给予出结束召唤的强烈意念。庞大又恐怖的吸力传来，他透明至近乎无形的身影随之一跃，消失在了物质世界。无边无际的灰白雾气寂静弥漫，虚幻静止的深红星辰无有闪烁。克莱恩重又出现在了巨人居所般的巍峨宫殿内，出现在了古老而斑驳的青铜长桌上手。整个流程就是这样了。而且克莱恩眸线惊喜地望向自家灵体，只见里面包裹着一枚温暖而纯净的薄薄晶片。扬言符咒，我果然用自己召唤自己的方式将现实物质带入了灰雾之上。他难掩笑容地拿出符咒，反复把玩，确认这不是具现出来的虚拟产品。克莱恩站了起来，踌躇满志地踱了几步，满是期待地想到，果然材料和物品也是能进入这片神秘空间的，只要能找对办法。不过这种方式较为复杂，需要周转一下才能达到目标，而且总是被成员召唤，会损害愚者的形象，只有我自己可以用一用，或者了解更多以后设计一个召唤愚者眷属，但也同样指向我的皱纹。我是不是天生苦力啊？皱纹为什么非得指向我自己？到时候完全能弄个类似信使但又更加特殊的眷属出来，由他进行材料的接收和给予。克莱恩思绪纷呈，有了一个又一个的主意，但限于实力和知识水平，暂时都无法实现。虚弱变得更加严重，克莱恩不敢再逗留，用灵性包裹住自身，
模拟出坠入灰雾的感受。转眼之间，他回到了卧室，看见了从帘布缝隙里照进来的灿烂阳光。他审视了下自身，确认那枚扬言符咒没有被带出来，留在了灰雾之上。等我好好休息一下，到凌晨再重复之前的召唤仪式，把扬言符咒拿回现实世界。如果刚才那种状态能维持的久一点就好了，这样我就可以更快的排查有红烟囱的房屋。可惜目前还不行，刚飞行一阵，排查几家，恐怕就得返回灰雾之上。休息个半天，效率同样低下，克莱恩走到书桌前，熄灭了那根静静燃烧的蜡烛，收拾好物品，他没立刻解除灵性之墙，而是坐了下来，翻出纸笔，开始写信，给阿兹克先生的信。写完尊敬的先生这个抬头，斟酌了几分钟，克莱恩落笔道：我最近收到一个情报，7位海盗将军之一的飓风中将麒麟格斯潜入了贝克兰德，他身怀一件叫做蠕动的饥饿的神奇物品，这可以提供类似牧羊人的能力，而牧羊人是吞噬意识不同灵魂，并对应获得一种能力的序列物非凡者。据说他们同时放牧的灵魂数量有限，但可以替换。麒麟格斯有着许多种非凡能力，我并不知道他想在贝克兰德做什么。情报显示，这可能涉及一件非常重要、非常神奇的物品，足以让麒麟格斯成为高序列强者，或者媲美高序列强者的物品。克莱恩借助虚构的情报来源，大致描述了麒麟格斯的事情。反正他相信阿兹克先生不可能去找职业者队长1级的人物求证。在这里，他并没有直接请求帮助，状似随口提到，让对方小心。不管之后会不会让阿兹克先生帮忙，先铺垫一下不会错。如果真有那么一天，这样才显得不突兀。克莱恩缓缓吐了口气，开始书写信件的主要内容。那位幕后黑手还没有进一步的行动，我依旧没找到相关的线索，我贸然联系您，主要是想向您请教献祭仪式的知识。我在最近的某个任务里遇到了类似的事情，有了太阳的描述，再得到阿兹克先生的回答做对照，我应该就能尝试献祭仪式了，而反过来就是赐予，这会比自己召唤自己的仪式更适合材料和物品的交换。希望阿兹克先生记起了这方面的知识。克莱恩微微点头，放下钢笔，没有署名。铜哨只有那么一个，他肯定阿兹克先生不会弄错寄信者，所以克莱恩小心为上，不留姓名。折好信纸，望了眼3米左右的层高，他略有点犹豫的从床上拿起了铜哨。正好让他蹲着收信。克莱恩在心中强调了一句，抬起右手，将铜哨放至嘴边，鼓起腮帮子，狠狠吹了口气。铜哨没有发出声音，但克莱恩敏锐感觉到周围瞬间变得阴冷。他开启灵视，看见书桌之上有一根又一根泛着朦胧光泽的白骨喷泉般涌出，越涌越高。这些白骨很快聚合成了一只虚化而庞大的怪物，他的脑袋钻入灵性之墙内，不知伸到了哪里。望着眼前的白骨大腿和身躯，望着垂下的手臂，张开的右掌，克莱恩嘴角抽动了一下，将折好的信纸往上扔出。白骨巨掌一扫，稳稳握住了那封信。这时克莱恩毫不犹豫的再次拿起铜哨，吹了一下，怪物刹那崩解，化成一根根白骨落到书桌之上，并虚幻钻入，消失不见。做完这一切，克莱恩解除掉灵性之墙，在忽然刮起的风里蹒跚着走向衣帽架，将铜哨放回了原处。然后他快步奔到床边，一头栽倒。他的身体刚刚触碰到柔软的床铺，整个人就已经昏睡了过去。第183章通灵学课程。吃过晚餐，聊了一阵，克莱恩坐到客厅单人沙发上，拿起刚送来不久的《阿霍瓦晚报》，悠闲的展开阅读。班森苦着张脸坐在妹妹对面，身前是贝拉擦拭的非常干净的餐桌，是文法书籍、古典文学、会计教程和钢笔纸张。与他类似，梅丽莎面前也摆放着教材和文具，包括但不限于笔、纸、尺、圆规等物。这让我仿佛回到了10几年前，那时候我还是教会周日学校的一名学生。班森抱怨了一句，但依旧低下了脑袋，认真学习。不错，这种场景让我很有做家长的成就感。克莱恩笑笑道，知识改变命运，努力铸就辉煌，后面半句是我刚编的，我也不知道罗塞尔有没有说过。他暗自腹诽道。房间内很快变得安静，只剩下笔尖划过纸张和书本被翻动的声音。贝拉早已清洗好餐具，整理好厨房，
回到了他位于1楼的卧室，也就是原本的小客房。克莱恩读着报纸，时不时喝口稀薄红茶，和哥哥妹妹聊上几句，过得非常惬意。突然，客厅和餐厅的煤气灯同时变暗，仿佛失去了充足的燃料。班森和梅丽莎不分先后的抬起脑袋，望向灯具，试图寻找原因。克莱恩也将视线投了过去。就在这时，他感觉有什么东西轻碰了自己的胳膊一下。除了他，没有活人的客厅内有什么东西碰了他的胳膊一下。汗毛豁然一炸，克莱恩手臂一缩，扭头望去，看见了5根细小苍白的手指，它们长在红色的舌头顶端，下方有一颗又一颗的不规则尖牙。克莱恩先是探手摸向口袋，那里有沉眠与安魂符咒，旋即看见那5根婴儿一样的手指抓着一张折叠的很整齐的纸。信使。克莱恩猛地松了口气。这个时候，抓着纸张的5根苍白手指又轻轻碰了他的手臂一下。克莱恩望向正要站起检查煤气灯的梅丽莎，左手轻巧一抓，握住了信纸，然后飞快缩回，躲于报纸下方。紧接着，他眼角余光瞄见苍白的手指，红色的舌头和不规则的尖牙瞬间暗淡，消失不见。心中一动，克莱恩轻扣左边牙齿，悄然开启了灵视。他又看见了那5根细小到不正常的手指，看见了镶满白色尖牙的长长红舌，看见它们缩回地面上的无眼无鼻透明脸孔内。1秒钟后，这脸孔钻入了地下，客厅和餐厅的煤气灯光芒随之恢复了正常。奇怪，梅丽莎嘟囔了一句，认真检查了许久也没发现问题。为什么我们家是女孩子负责这种事情，而男士就在旁边看着？克莱恩摇头失笑，关闭了灵视。当灵体类生物愿意被人看见并有相应的能力时，普通人也可以发现他们，刚才就是一个例子。彼此交谈了几句煤气灯的问题后，莫雷蒂家又变得安静。班森和梅丽莎再次投入了知识的海洋，克莱恩则借助报纸的遮掩，单手展开信纸，夹于内页，阅读起来自死灵导师戴利的回信。我必须再强调一遍，我更喜欢通灵者这个称号。你询问的事情，我给予肯定的答复。是的，通灵术也能用在活着的生物身上，记住，不仅仅是活着的人类，但是这会相当麻烦，也有不小的危险。死者残留的魂灵是纯粹的，没有太多杂质，没有纷乱的思绪，可以没有阻碍的沟通，提出问题，获得答案。当然，你也可以在这一步附加梦境占卜的技巧，直接看到对应的画面，而活着的人类不行，它本身的意志依旧存在，抗拒着没有保护的灵与灵之间的沟通。看到这里，克莱恩嘴角略微抽动，确认回信者是戴利本人。没有保护的沟通，真是他说话的风格啊。抬头望了眼妹妹和哥哥，克莱恩继续看起后面的内容。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只有2种办法，一是靠本身强大的灵性和精深的通灵技巧，战胜对方的意志，粗暴的进行沟通；二是借助一些药物辅助，让对方放松下来。我最常用的就是安曼达纯露和灵之眼药水。呵呵，我相信你肯定不会没有印象。进入正式的通灵环节后，你必须注意，不同于和死者残留的魂灵沟通，这个时候你本身也是在灵体状态，简单来说，就是你的灵性进入了对方的灵性世界。注意，对于专业的通灵者而言，不会缺乏这种状态下的自保技巧，但你不行，我掌握的那些技巧即使告诉了你，你也无法学会，或者说运用出来，所以你必须保持足够的清醒，足够的理智，只有这样，你才能抵御住对方杂乱思维混杂成的风暴，来到他的灵体前，与他进行沟通。这个时候是心智体层面的沟通。在这个环节，你同样有2种选择，一是用上技巧，强行读取对方的记忆，但你必须非常小心，因为你无法知道读取出的东西是否就是你想知道的事情，而一个人庞大的记忆如果不做分辨的接收，很有可能压垮你的灵体，并且这会严重损伤甚至摧毁掉目标的灵魂。对于非专业的通灵者，我不建议采用这种办法。第2种选择是温柔的和对方的心智体沟通，不管是采用了粗暴的手段，还是借助了药物，目标这个时候都必然处于浑噩的状态，几乎不可能撒谎。不，你不能回想你的遭遇，虽然我知道你肯定记不得了。对不起，戴莉女士，当时我很清醒。克莱恩在心中笑了一声，视线下移，看向书信的后面部分。这样的沟通能让你得到真实的答案，但不一定是所有的真实答案。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只要接触过新闻学的人，都听说过罗塞尔大帝的那句名言。具体内容我不太记得了，大概要点是说真话，只说真话，说全部的真话。总之，灵体不一定记得所有的事情，因为很多记忆都在他的潜意识中，甚至集体潜意识里。哦，我不该提这个，邓恩称呼它为心理炼金会的邪恶理论，所以你必须懂得诱导，善于设计问题，你明白吗？具体的技巧有，以上都属于正常情况。对于一个疯掉的非凡者，我们在进行通灵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呢？依然是足够的清醒，足够的理智，不能有一点恍惚，因为非凡者的灵性很强，因为疯子的灵体也充满混乱的想法。我举个例子，正常人的意识是岛屿，潜意识是岛屿藏在海面下的部分，集体潜意识是周围的海域，天空属于灵界，而非凡者的岛屿之上有可以控制的活火山，疯子的岛屿上则火山正在爆发，动摇了底部，污染了海域。当你无保护与疯子的灵体接触时，它的混乱很有可能感染你，就像被污染的海水会跟着洋流扩散向附近。这种情况下的通灵，略等于你把自己那片海域和对方的连通在了一起，因此必须足够重视感染的问题。几个例子是，某些通灵者做类似的事情时，粗心大意，没做任何保护，之后出现了与目标相同的精神疾病。正常来说，精神疾病不是传染病，但在神秘学领域，在通灵的世界里，它确实会传染人。保持自身的清醒和理智，不受对方混乱想法的影响，这是必须注意的事情。之后就是诱导提问，获得答案。疯子一样可以有效沟通。如果你希望尝试，我建议你提前服用宁静药剂，配方在廷根市的查尼斯门后就有，成品也有，这能有效帮助你在通灵时保持清醒与理智。我很乐意见识一位序列期的心理医生疯掉后的灵性状态清醒和理智，这方面可是我的强项。被通灵的时候，我都能保持清醒和理智。当然，我不是自大的人，我依然会申请宁静药剂，申请安曼达纯露和灵芝眼药水。克莱恩松了口气，有些跃跃欲试。他放下报纸，站了起来，进入1楼的盥洗室，用灵性点燃纸张，将灰烬洒入了马桶，哗啦冲走。当晚，克莱恩再次尝试了自己召唤自己的仪式，将扬言符咒带回了物质世界，带回了自己的卧室内。与此同时，他没有等到预料中会很快寄来的阿兹克先生回信，也许他需要一定的时间回想知识，也许他暂时没空回信，或者是怕打扰到我的睡眠。克莱恩解除灵性之墙，猜测了几个理由，躺到了床上。第二天，也就是周二上午，克莱恩进入黑金级安保公司，非常熟练地敲响了队长办公室的门。第184章，门后，请进。邓恩。史密斯醇厚和煦的嗓音传了出来。克莱恩拧动把手，推开房门，看见队长正在享用早餐。他右手边是散发浓郁香味的咖啡，面前是放于盘子里的白面包、吐司和培根。邓恩将加了黄油的残余吐司放入口中，无声指了下办公桌对面的椅子。克莱恩没打扰队长用餐，噙着笑容坐了下来，耐心等待。见他并不急迫，邓恩放松了挺直的腰背，端起咖啡喝了一口，将嘴里的食物全部吞咽入胃中。他抽出柔软的纸巾，擦了下嘴角，道：“有什么事情吗？”克莱恩认真点头道：“我见过达斯特·古德里安了，那位疯人院医生。”心理炼金会的成员说话的同时，他眼角余光一扫，发现队长面前还摆放着一本摊开的杂志。他有提供什么情报？邓恩双手交握，恍然问道。克莱恩简略描述道：“他告诉我，胡德·欧根疯掉之前，曾经有人频繁探望他，那个人叫兰尔乌斯。”兰尔乌斯。邓恩抬手揉了下额角，我似乎在哪里听过，就是卷走了至少1万金镑的那名诈骗犯。克莱恩提醒道。邓恩表情严肃的想了想，摇头表示没什么印象。队长，你对金钱一点都不敏感。克莱恩腹诽了一句，将兰尔乌斯相关的事情简重点讲述了一遍。这位诈骗犯谎称勘探出并购买下了一座高品相高藏量的铁矿，在廷根市私下募集资金开发，卷走了超过1万金镑。我在占卜俱乐部认识的一位朋友就遭受了损失。另外，还有一位姑娘被欺骗着和他订婚，怀上了他的孩子。他好几次探望过没疯之前的胡德·欧根。邓恩沉吟着说道：“序列8的非凡者诈骗师，偷盗者那个途径。队长，你在类似的事情上记忆真好。”克莱恩好笑感慨，轻轻点头道：“
这也是我的猜测，因为莱尔乌斯设立的钢铁公司在南区，受骗者各种信仰都有，所以这件事情最后并没有转给我们。即使警察部门有发现一些超凡痕迹，也是移交待罚者小队。邓恩终于明白了事情的原委，用幽邃的灰眸望着克莱恩，道：“你想做什么？”队长，不要这么敏锐嘛。克莱恩一本正经的回答：“我想借助通灵仪式和胡德·欧根交流，弄清楚莱尔乌斯找他有什么事情，弄清楚这是否属于他发疯的直接原因。”邓恩微微颔首道：“即使你不申请，等确认胡德·欧根是真的疯掉之后，我也会进行类似的尝试。不过，戴利告诉过我，这种事情有不小的风险，你确定自己有把握？或者，我向贝克兰德教区申请援助，耽搁几天应该没有问题。”克莱恩成为非凡者的主要动力就是研究神秘学，找到回家的办法，能有机会做实践，且本身信心强大，他自然不愿意放弃。队长，我已经掌握了这方面的知识，对此有一定的把握。当然，我需要安曼达纯露灵之眼药水和宁静药剂的辅助。宁静药剂，邓恩咀嚼着这个名称，确认了克莱恩的专业性。他记得戴利说过，这是通灵领域比较生僻但又非常有用的药水。斟酌了10几秒，邓恩·史密斯后靠住椅背道：“那你写一份申请，去查尼斯门后领取相应的药水。我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成品的药水，如果没有，就领取对应的材料，自己调配炼制好的。”克莱恩欣喜地回答道。但他没有就此起身，屁股稳稳地坐在椅子上。邓恩见状，抬手揉了下额角，仔细思索着道：“下午开始正好轮到我监控疯人院，我们不能直接去找胡德·欧根，谁也不知道疯人院的医生、护士、杂工和病人里是否还藏着心理炼金会的成员，谁也不知道心理炼金会是否也在暗中监控胡德·欧根。我们的行动必须足够隐秘，不能暴露达斯特·古德里安已经成为我们线人的事情。我们凌晨去，秘密潜入。我会守在旁边，防备意外，这样最好。如果胡德·欧根只是假疯，我却对他使用通灵仪式，岂不等于翻入动物园，在老虎面前跳舞？”克莱恩放下心来，诚恳说道：“是队长。”他站了起来，转身走向门口。就在这时，他眼角余光扫到了队长面前摊开的那本杂志的内容标题：南大陆雨林内的多宁斯曼树枝具有明显的促进毛发生长的效果。克莱恩怜悯地收回目光，拉门走出了队长办公室。突然，他闪过了一个好玩的想法。其实非凡者不用那么麻烦，如果老尼尔还在，他多半会建议设计一个生发的仪式魔法，借此向女神祈求援助。至于最后是否会长满体毛，变成卷毛狒狒，那就是另外的问题了。而女神会有什么反应？换作是我，肯定会说 MMP。 这个想法顿时让克莱恩的快乐里染上了悲伤，悲伤里充满滑稽感。他进入文职人员办公室，坐到阿克森1346型机械打字机前，哒哒哒弄好了申请。等到邓恩·史密斯签好字盖上章，他拿着申请深入地底，沿着煤气灯光芒照耀的过道，一步步走向了查尼斯门。直到这个时候，克莱恩才想到一个问题，这将是他第一次进入那扇神秘的大门之后，不知道门后会是什么样子。他隐含期待的加快脚步，来到了那扇对开的给人仰望感的黑铁大门前，先将申请交给今日值守这里的西加·特昂做了登记。克莱恩拿回多了个签名的文件，咚咚咚敲响了查尼斯门，只觉里面的回音空荡而遥远。等待了几十秒，他在没有听到脚步声的情况下，看见铭刻着7枚黑暗圣徽的对开大门沉重敞开，吱呀作响。查尼斯门敞开至只能一个人通过后就停顿了下来，而克莱恩也借助走廊两侧煤气灯的光芒看见了进出的场景。门后站着位皱纹很深、头发稀疏的老者，他穿着黑色古典长袍，提着一盏马灯，烛火昏黄的光芒透过玻璃照出，照得老者没有表情的脸庞明暗交错，照得他浅蓝色的眼眸仿佛冻结了1000年的冰块。闻见他沙哑着吐出一个单词。克莱恩见过这位老者，因为每到黄昏的尾声，他和他的同伴就会从查尼斯门内出来，经过值守室，拐向圣塞琳娜教堂。他们是老去的职业者，志愿的内部看守人。据克莱恩了解，这样的看守人有5位。这是我的申请。他将手中的文件递给了面前的老者。有着一双浅蓝色眼眸的内部看守人提高马灯，仔细看了一遍，确认无误后，才退到一边，让克莱恩通过。
克莱恩缓步进入了查尼斯门，还没来得及打量四周，就感觉到一阵难以言喻的阴冷。这不是冬天的酷寒，而是让人连灵性都在颤抖的冰凉。抬眼望去，克莱恩看到了墙壁上的一座座烛台，看到了一根根雕刻有花纹的银色蜡烛，而它们燃烧的火焰都呈现幽蓝的色泽，没有丝毫的摇晃。吱呀！看守人关上了查尼斯门，四周一下变得极端安静。克莱恩眼前是一条宽阔的过道，铺着古旧石板的过道。过道两侧有一扇扇石门，分别标注着材料、药水、资料等字样。在过道的尽头有一条往下的阶梯，它延伸入黑暗里，仿佛在通向深渊。那里应该连接着不同封印物的不同封印点，据说分为好几层，不知道圣塞琳娜的骨灰放在哪一层。克莱恩刚适应了门后的亮度，突然感觉空气里有无形的事物刮过自己的皮肤，一条一条，冰冷入骨。他打了个寒战，忍不住开启了灵视。然后他看见周围，看见整个扎尼斯门后充斥着一根根黑色细线，它们轻轻晃荡着，时而抱团，时而延伸，密密麻麻，没留空白。这就是查尼斯门后的封印之力。克莱恩微不可见点头，收敛思绪，跟着看守人进入了一扇厚重石门后的药水室。很快，他根据首字母找到了安曼达纯露灵之眼药水和宁静药剂，前两者他曾经见过，后者还是初次接触。只见半透明的玻璃小瓶内有幽蓝的液体在轻轻荡漾，光是看到就让人仿佛回到了母亲的怀抱。瓶身上还贴着一个标签，注明了制作日期和半年内有效的提示。还好，能用。克莱恩收起3小瓶药水，在看守人陪伴下离开了查尼斯门，脱离了那种阴冷到灵魂深处的感觉，脱离了被一根根黑线扫过的诡异体验。等到查尼斯门关闭，他忍不住回头望向那里，暗自嘀咕道，长期待在里面，不管身体还是灵魂都会受到影响吧，难怪看守人必须自愿。凌晨时分，克莱恩用特别的方式反锁住卧室，推开凸肚窗的窗户，纵身跳向了下方。2楼的高度对现在的他来说没有丝毫的危险，他稳稳站住，未线摇晃，而职业者队伍的马车已停在对面，等待着他。没有多余的交流，克莱恩很快抵达了位于北区的廷根市疯人院。根据提示，他绕到没有路灯的围墙一角，看见了等待在那里的邓恩·史密斯。我们进去吧，邓恩轻轻颔首道。我确认过了，这附近没有人。好的，克莱恩快步靠拢。进去。作为小丑，进入疯人院，这总让我想到一句名言，就像回家一样。他自我调侃了一句。紧跟着，他追随邓恩，借助墙上的某些凸起，轻巧而快速地翻入了疯人院，动作敏捷，平衡出色。邓恩回头望了一眼，轻轻点头，表示认可。两人伏低腰背，从阴影里和僻静处穿过草坪和活动广场等地方，进入了疯人院的3层楼房，来到位于顶楼某处的胡德·欧根房间。因为胡德·欧根疯了之后有一定的攻击性，所以他被安排在单人房。而职业者这段时间的监控并没有白费力气，早就复制了一把钥匙。咔嚓，轻微的开门声里，邓恩当先进入。克莱恩的视线越过他的身影，看见了一个坐在床上的人。胡德·欧根脸庞瘦长，眼窝深陷，浅黄色的头发凌乱披着。他正用灰蓝色的眼眸望着有铁栏杆的窗户，望着外面的绯红之月。克莱恩关上房门，笑了一声，随意问道：怎么还不睡？邓恩怔了一下，旋即想到对方现在是序列8的小丑，于是保持住静默，退到了墙角。胡德·欧根转过头来，望着克莱恩，傻傻笑道：我在等我的蛋糕第185章，心灵世界。等蛋糕，这还真是出乎我想象的答案啊。不对，我要是能猜到精神病人的答案，岂不是说明我也差不多了？脑海想法一闪，克莱恩保持着悠闲的笑容，就像和朋友闲聊一样问道：谁要送你蛋糕？胡德·欧根的表情一下垮掉，脸皮显得愈发瘦长，哭丧着说道：没有蛋糕，没有蛋糕，你偷走了我的蛋糕。他的声音豁然拔高，双眼圆睁着怒视克莱恩。没等克莱恩想好怎么接话，他猛地汪了一声，张开嘴巴，露出2排白森森的牙齿。紧跟着，他口角流脱的跳离床铺，一步逼近克莱恩，双手前探，试图抓住对方的肩膀，然后将目标拖到身前，重重咬下。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克莱恩虽然略显慌乱，但及时做出了反应。他瞬间弯曲膝盖，半蹲了下去，与此同时转腰侧身，抬起左臂，噗！他一肘撞到了胡德·欧根的腹部，撞得对方两眼泛白，口中流出更多的唾液。可是胡德·欧根并没有停住动作，他顺势下倒，并张开了双臂，要将目标死死抱住。克莱恩身体一偏，往侧方翻滚了出去，熟稔的就像练习过几百遍一样。他右手一撑，后空翻站起，打算转手围攻，猛扑上去，制服对手。就在这个时候，他看见胡德·欧根傻站在了那里，双眼失去焦距，空洞而茫然。克莱恩愣了一下，旋即侧头望向墙角，只见穿黑色薄风衣、戴同色丝绸礼帽的邓恩·史密斯紧握着双手，埋下了脑袋。队长把胡德·欧根拖入梦境了。他有所恍然的收起动作，抓住这个机会，抽出完全不能伤人的仪式银笔，借助它制造出灵性之墙，封锁了这间单人病房。然后克莱恩掏出3根掺杂了薄荷的蜡烛，按照倒三角的方式将它们摆到了窗台上，一根象征黑夜女神，一根象征隐秘之母，一根代表自己。没过多久，他布置好了简单的祭台，用灵性摩擦的方式点燃了所有蜡烛。正当他要回头提醒队长时，邓恩已然抬起脑袋，低沉笑道：“胡德·欧根的梦境一片混乱，根本没有办法诱导他。”话音未落，胡德·欧根的眼睛里神采重聚，不再空洞。然后，这位疯掉的心理医生微仰腰背，舒坦的打了个哈欠。克莱恩一时竟不知该说点什么，于是什么也没说，拿起了装有安曼达纯露的金属小瓶。他将这夜香草、生棉花、洋甘菊混合蒸馏和萃取出来的透明液体滴入代表自己的那根蜡烛的火焰里，让清幽宁静的香味瞬间散发出来，弥漫向房间每个角落。胡德·欧根的紧绷感、愤怒感和舒坦感全部消失了，他懒洋洋坐回床边，又痴痴呆呆地望向窗外的绯红之月，眼神再次失去焦距，一片宁和。克莱恩同样感觉到了夜深人静时的超然，他放下安曼达纯露，一屁股坐到了胡德·欧根的身旁，打算找件事情让对方撤去最后的防备。只有这样，他才能借助灵之眼药水让胡德·欧根的灵一点点进入浑噩状态。毕竟我只是一个不专业的通灵者，他事先就想好了办法，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副塔罗牌。这副牌只有22张主牌，原因为便于携带，是克莱恩成功申请下来的武器。它的每一张上面都镶嵌着纯银等可以伤害到死灵类生物的金属丝，花纹繁复而华丽，让克莱恩只想收藏，不想用来对付敌人。克莱恩单手切着牌，微笑看着胡德·欧根道：“我们来玩牌吧，玩牌。”胡德·欧根将视线从窗外收回，迷茫地重复着这个单词。克莱恩没有回答，带着不容拒绝的好意将那副塔罗牌塞入了他的手中。胡德·欧根模仿起他刚才的样子，用一只手艰难地切着牌，并顺利完成。这位非凡者里面的精神病患者慢慢将注意力转移到了手中硬度和弹性俱佳、质感非常出众的纸牌上，翻开了最表面的那张。一位衣着破烂的男子被绑住双手，倒吊了起来，他的头顶位置有隐隐约约的光环。倒吊人。克莱恩若有所思地点了下头，趁机起身，握住灵之眼药水，将那琥珀色的液体滴向了烛火，依旧是代表着他自己的那根。空灵飘忽的酒香弥漫而出，让人仅是闻到就有喝醉的感觉。胡德·欧根的表情一点点涣散，视线失去了专注，手中的塔罗牌一张张滑落至床上，但他仍然稳稳坐着，没有软倒。克莱恩依靠冥想，抵抗住了这种让自己身体和灵魂都变轻、变飘、变茫然的影响，从口袋里掏出另一个金属小瓶，旋转拧开塞子，将里面的幽蓝液体灌入了口中。宁静药剂，冰凉的液体流经口腔，划过食道，进入胃里。克莱恩瞬间变得异常清醒，再没有丝毫的恍惚。他缓缓吐了口气，熟练的拿起另外的精油纯露和草药粉末，滴入象征黑夜女神的2朵烛火内。淡薄的雾气里，他退后2步，庄重而严肃的用赫密斯语低诵道：“我祈求黑夜的力量，我祈求隐秘的力量，我祈求女神的眷顾，我祈求您让我与胡德·欧根与身边这位非凡者的灵性沟通。”一条条皱纹回荡。克莱恩看见染上了幽暗色泽的烛火内有漆黑往外扩散，他没有躲避，没有抵挡，
任由这深沉的黑夜笼罩了自己。异常清醒的状态里，他感觉到自己的灵体脱离了肉身的保护，进入了宇宙深处般的虚空，周围是无边无垠、无有声音的极致黑暗。而头顶的天空则满是难以描述形体的透明影子，是一道又一道不同颜色的，蕴含着数不清知识的明净光华。灵界，克莱恩对此已不再陌生。他想法刚现，就看见前方出现了一个朦朦胧胧、被微光风暴包裹住的世界。克莱恩知道这代表着胡德·欧根的灵，代表着他的心智体。于是靠拢过去，钻入了充当围墙的风暴里。瞬息间，他看见数不清的微光拍打在了自己身上，听到有几千几万几十万人同时小声议论着某件事情般的呓语。这一语非常混乱，毫无逻辑，前一刻还在赞美女性的优雅，后一刻就在述说着蹲完马桶的通畅，前一刻在哭泣，后一刻就开始狂欢。疯狂的思维风暴拉扯啃咬着克莱恩的精神，想要同化他，但克莱恩保持着绝对的清醒和理智，急速向着胡德·欧根的心灵世界内部飞去。和我进入灰雾之上那片神秘空间前的恐怖呓语和可怕嘶吼相比，这简直就像是一场动听的音乐会。克莱恩暗笑一声，穿透风暴，看见了浑浑噩噩、透明模糊的胡德·欧根。这位序列期的心理医生保持着外界的模样，眼神木然地望了过来。克莱恩停在他的面前，低声问道：“你认识莱尔乌斯吗？”胡德·欧根呆呆愣愣地回答道：“认识。”周围的光与影随之变化，仿佛胡德·欧根开放展露的心灵大海。很快，交错的光影描绘出了一位面容普通、额头饱满、戴着圆形眼镜、嘴角常含讥讽笑意的黑发棕瞳年轻人，正是克莱恩在通缉令上见过的莱尔乌斯。克莱恩满意点头，稳定了下情绪，用诱导的语气问道：“莱尔乌斯为什么来找你？”他说。胡德·欧根的声音渐渐变低，忽然他换了副满是磁性的嗓音，略显癫狂的笑道：“胡德·欧根，这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只要能抓住机会，我们也能成为世界的掌控者，成为真正的不朽者。只要你提供帮助，我不仅会告诉你掌握魔药力量、避免失控的办法，而且还承诺在将来让你获得一点神性，不朽的神性。你应该看得出来，我的背后有哪位存在，我的承诺就是他的承诺。而心理炼金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与他也有一定的关系。不要怀疑，心理炼金会目前还不够强大，无法向你提供足够的帮助，除非你愿意永远停留于现在的位阶，掌握魔药力量，避免失控的办法。怎么有种我用扮演法诱惑别人的感觉？莱尔乌斯还真是志向远大啊，明明才序列8就开始操心神性的事情，他的背后究竟是哪位隐秘存在？这家伙似乎在谋划些什么事情，不仅仅是诈骗钱财，或者说诈骗钱财只是他的爱好。克莱恩听得思绪纷呈，见胡德·欧根停止了述说，忙追问道：“莱尔乌斯想让你提供什么样的帮助？”胡德·欧根没立刻回答，整个心灵世界都安静了下来。紧接着，他哈哈大笑，非常混乱地回答道：“帮助，帮助，帮助，哈哈哈！我提供了帮助，我提供了帮助，我让……”就在这时，他的话语戛然而止，整个模糊的灵体弯曲了起来，四周象征心灵大海的光与影飞快变换，凝聚出了一个阴森的、可怕的、黑暗的祭台。祭台之上竖着一个十字架，十字架上似乎倒吊着什么，底部则堆着模糊不清的事物，光影蠕动，那倒吊的事物即将清晰，整个心灵世界突的10级地震般摇晃了起来。我操！克莱恩一下预感到了即将爆发的危险，想都没想就转身飞入杂乱的思维风暴，试图逃离。